听下人们说，公子晚饭吃的很少，我怕你饿了，就做了些糕点，泡了些汤茶，有助于安神的。本想去医馆拿几味安神的药材，但自从宫门戒严之后，原指公子对医馆的药材领取限制了很多，所以我就去厨房拿了几味现成的食材，泡了一些合欢花给你。别忙活了，一起吃，陪我聊聊天。公子还在想兰夫人？从小我就以为自己察言观色，善释人意，但原来我始终都没有看清我父母的内心。还有我去世的哥哥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。公子骤然失去父兄，成了执人，短时间内又要通过3关试炼，宫门又一再出现凶光血案，压力自是很大。压力再大，也不能说累，也不能怨哭，更加不能让人觉得我力有不逮。否则，那些在影子里的人就会趁虚而入。那公子的痛与苦，可以同我说。我虽然笨嘴拙舌，不知如何安慰公子，但我可以安静地听你倾诉，或者给你唱曲儿。就你还嘴笨，分明是伶牙俐齿的。不过，就算是解语花，我也不想让你徒增烦恼。哪有解语花会嫌弃倾诉之人烦的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养花养草也是门学问，要是一味的抱怨，可是无法茁壮成长的。当真？当然，就像你对着一杯水，要是一直说不好听的话，水也会变得不清澈。骗人的吧？我可没有骗你啊。所以啊，养花也是一样。那对花要说些什么呢？要夸她漂亮，夸她懂事，夸她乖巧，夸她善解人意，夸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。花也会有眼睛。我可没有说花哦。你脸这么红，夜深了，公子早些休息，我先回了。真的害羞了？还是不行，还有半个月，我该怎么办？
怎么还不走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绝公子为什么刚刚一直看着手里的老虎刺绣，看那么出神？那是他弟弟的。刚刚芷公子提到的狼弟弟。你怎么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说话？没事就喜欢爬墙角是吗？你更应该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来绝宫来的有点勤快了？芷公住着不舒服啊？我来找我未来的夫君，天经地义。你也快成年了，赶紧找个媳妇儿，别天天缠着你哥。少管我！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，回头我自己问他。你别去问，问了也会勾起哥哥的伤心事。什么伤心事啊？我哥曾经有个亲弟弟，最疼爱的弟弟。你哥哥最疼爱的弟弟，不是你吗？在他心里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狼弟弟。娘，哟，绝公子，你又来接你母亲和弟弟了？还未知是男是女呢。荆介先生说是弟弟就是弟弟。好，给你生个弟弟。上爵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小老虎，你现在是哥哥，以后啊要照顾好弟弟。那当然。哥哥，我也要练刀。你年纪还小，会伤着自己的。哥哥，这把短刀好看。太好了，我也可以练刀了！我也可以练刀了！我也可以练刀了！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狼弟弟10年前，他与凌夫人都被误封杀了。总而言之，别胡乱打听了。戈尔先生？放上！你来做什么？下人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，都不敢贸然进来，怕惹怒了绝公子。那你就敢来？我也害怕，但我知道，公子再生气，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。
而且我知道，宫二先生看着吓人，其实很温柔的。过来。把手伸出来。薛公子怎么知道我划到手了？气味。在江湖走动多年，我对血腥味最为敏感。还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十指连心，还就是他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了？不能。但我小时候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，浅浅要是疼的话，就要告诉娘亲啊。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江湖中，幸福和威望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所以人们常被它着一起欢笑，却很少有人可以陪着一起痛苦。很少，但不是没有。若是伤口掩埋在心底，自己一遍遍描摹，一遍遍触摸，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。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？他们不会把伤口展示给别人，因为族群里容不下弱者。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阴暗的山洞，悄悄舔舐，等待康复，或者死去。可人不是野兽，野兽没有心，但人有。心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。倘若有人相伴，煮雪暖酒，即便不够光明炽热，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都会帮你温一壶酒，也可能他会在你心上划下一道伤。明日去医馆。这点小伤不要紧。我不是指这个。嗯？你这手很烫，不像正常人温度，要么生病，要么中毒。
前几日受了风寒，有点发热。吃药了吗？没有。自从长老遇害之后，出入医馆都需要指公子的手令，领取药材更是严格。拿着我的令牌，让大夫按你的需求取药。这令牌是在宫门内畅通无阻。多谢大人。这个匣子里装的是老职人的一些旧物，之前没给你，是怕你睹物思人，心里痛苦。如今该交给你了。星雪以太渊。星雪起手，在太渊血法里，手腕最灵活，动势也必然最迅速。双斗在赤泽血法里，手肘牵制效果最强。大寒在元门血法里，可以带动上半身所有气血，增加刀锋的压迫之力。天刚亮就开始练啊？你这是受高人指点了，还是自己醍醐灌顶悟出来的？高人指点。雪虫子为了让你带他出去玩，果然徇私舞弊。是我父亲指点的。老职人。晦气！你夸下海口，说10日之内必定找到无名。如今期限已到，按理说应该由觉公子来与公向我汇报。但是我担心觉公子真相未破，无颜见我，所以特地过来询问。不是无颜见你，是不想见你。我哥早就有眉目了，准备去长老院汇报呢。是吗？无名的身份已经排查清楚，我原打算和长老们一同商议。既然宇公子亲自登门，那我不妨先告诉你，只是不知道宇公子能否承受得了。可疑目标有3：一是黄玉侍卫的首领；2是长老院的管事。但这2人都暂时排除了嫌疑，那就剩下第3个嫌疑人——不羁夫人。你被逼急了，想故意栽赃是吗？哎，
是有理有据。你们当初在长老院质疑我血脉的时候，一样振振有词，有理有据。怎么，脸被打得还不够痛？正因为够痛，才不会让你得意第二次。而且，也正好想让你尝尝被打脸的滋味。我们分别审讯了当晚轮岗警戒的所有侍卫，然后得知，岳长老出事那晚，只有他们3人行踪不定，而这3人都可以轻易接近岳长老。那你凭什么单单锁定雾姬夫人？你的别有用心，也不稍微掩藏一下？你急什么？还没说到重点呢。宫门规矩，下人和侍卫皆从旧城山谷中挑选。山谷中的百姓大多世代生活于此，基本不会武功，很难出现什么无风细作。黄玉侍卫首领和长老院的管事都来自于旧城山谷，仅凭这点就排除嫌疑，未免太过武断了吧？你说的很对。以我的作风，我自然是又派人仔细调查了他们的身世背景。黄玉侍卫首领景云峰，本姓钱，家中开跌打铺，因身子骨好，7岁时被选进宫门，当御阶侍卫培训，后赐姓金。管事胡海，祖上是木匠，10年前，他从长老院的厨房帮工做起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才升到现在长老院管事的位置。他们2人家中，世代都是生活在旧城山谷的人。可雾姬夫人不一样。雾姬夫人是兰夫人的陪嫁丫鬟，一个这么明显的外来者，当然最可疑。更可笑的是，她连丫鬟的身份都是假的。她根本不是姑苏人士，在进入杨家之前，她的身份查无可查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她进入杨家，成为兰夫人丫鬟的那一年，正好是老执刃你的父亲龚宏宇在杨家附近遭受无风袭击那一年。你所说的一切，都是你的臆测而已。那我也可以说，是因为之前你对姨娘威胁不成，怀恨在心，故意泼她脏水。你要真的想指认姨娘，那就拿出实在的证据来。你自己说的，口舌之争最为无趣。你们这样，只会显得公报私仇，气量狭小。当然是有人证，才敢这么说。在后续的调查中，金云峰和胡管事都有不在场证明，唯独雾姬无人作证。他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要早睡，冬夜里怕寒，不能开门开窗，怕漏寒气，还特意吩咐下人不是不要打扰。姨娘这么说也没问题啊。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也跟你说了，如果你真的想指认姨娘，那就拿出实在的证据来，人证，还有物证。放心，证据会有的，只要我继续查。继续查？时日时限已到，你没法兑现承诺。你的3玉试炼也没突破，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吧？再继续游手好闲，这执刃的位子都要被你玩丢了。既然我们彼此都无法兑现承诺，那就算扯平了。希望你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，否则别再浪费时间纠缠姨娘。我要怎么查不需要你教，倒是你后面2关怎么过，需要我教你吗？
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一些争吵。无妨，找我何事？我听下人说，公子最近劳累，睡眠不好。这几天经常凌晨起夜点灯。我们老家有种可以安神的枕头，是黄杨木做的，里面加入手乌藤汤汁，煮过再晾干的香叶，能安神助眠。若是能从市集上给公子寻来，公子夜里大抵能好梦些。已经入了宫门了，就别老想着外面的事儿。真有什么缺的，让下人去买。当然，当然，宫门新娘不能随意进出，我知道规矩的。我只是想说，史公子正好在这儿，我就想问问看，能不能去医馆，看看有没有这几样东西。快去快去！正好我跟哥哥有事要说。是。哥，武吉夫人这么狡诈，骗取了我们的信任。如果她不再犯案，想要找到证据，她不会停止犯案，因为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哥哥知道她的任务？不知道，但绝对不只是刺杀岳长老这么简单。那就等她再动手。哥哥已经重新调整过宫门的警戒分布，还增加了那么多看不见的隐形暗岗夜哨。他如果再杀人，必然会露出马脚。可我不允许他再杀人了。宫门族人的每一滴血，都不允许外人践踏。10年前，我咬碎牙齿吞下的誓言，我说到做到。云小姐，没有芷公子的命令，不能进入。生病了，找大夫看病也不行吗？看病可以，云姑娘请先回府，一会儿派大夫前往您的住处为您诊脉开药，稍后将药材送回雨宫。上官姑娘，宫二先生把他令牌给我了，让我来取药。是。把狮子放在医馆门口，你胆子真大。不放在明显的地方，我怕你不过来。烈火灼心，想取药取不到了吧？我倒是拿到了，可以分你一点。这么好心，那多谢了。别着急呀，姐姐，陪我走走。果真是亲生的。对。看来在血脉这件事上，宫上就很难再有突破口。
如果公子羽能够成功通过3关试炼，他的执刃之位也就无可撼动。你表面配合，把那半张议案给我，却在暗地里和无极联合，让宫上爵在长老院丢尽颜面，同时也在公子羽面前负尽了好感。姐姐还是厉害，各凭本事吧。这也叫各凭本事？也不怕牵连我？你逼我讨要议案去拨宫上爵缓刑的时候，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。你内力紊乱，半月之阴的灼伤不好受吧？我修炼的是极阴之法，和灼烧之毒彼此对冲，再难受，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。而你修炼的是至阳之法，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，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。可是药材现在在我手里，要么你乖乖听话配合我，要么就慢慢等折磨吧。这些药材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，半月之期一到，还是得离开宫门去找对接人领取解药，否则都是死，早死晚死而已。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出去的。你说这话，自己相信吗？在宫上爵眼皮子底下生活，不好受吧？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。不如你把药材给我，我替你去交换。我已经找到出宫门的办法了。你说什么？谢谢姐姐。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？可以，但是药材不太够了。你反悔了？小瞧人了，姐姐。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。再和我去医馆一趟呗。麻烦侍卫了，看我这记性，竟忘了这些药材，还要多谢云姐姐提醒。大小姐，好难，好难，夸我干什么？好难。大小姐，你怎么又一个人在这忙活？你们商宫那些下人去哪儿了？完全没有把你当大小姐那么伺候，太无法无天了。说，要不要我去敲打敲打他们？你凭什么敲打呀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匠，拿着这个敲打敲打屋顶，看哪里漏水吧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这么大杀伤力？大小姐厉害啊！这是你新研究出来的暗器吧？这是我为金凡做的点心。金凡做错了什么？罪不至此吧？闭嘴！哎，大小姐啊，你多久没有和我一起做研究了？做研究这种事呢，就需要持之以恒，不能被这些事物给分心。尤其是男人，要远离男人，否则会遭遇不幸。那你为什么靠我这么近？哎，我不算。你给办的。哎，这我
堂堂7尺男儿，如假包换，休要侮辱他人哦。对不起。哎，你看你，这么急不可耐。女孩子要温婉如山泉，矜持如磐石。你看你，这风吹杨柳骨头软的，让金凡怎么想你？你话语如刀，切割我心。你看你脸脏的，这花容月貌都被乌云给遮盖。小黑，你不光贴心，还很有眼光。什么这么香啊？你也非常有眼光。这手帕我用了腊梅浓汁，小火煮了1晚上，熏香无痕，沁人心脾。你一个堂堂7尺臭男儿，用香手帕，你有问题。谁？你谁臭？你臭。谁有问题？你有问题。我虽然是个工匠，但我也注意身体卫生，洁身自好，好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远离男人，对，否则会遭遇不幸。对。哎，你别单听这一句啊！你把东西给我，我出去替你换解药回来。帮我给韩雅琪。这是什么？钩原指的暗器，我已经画了草图，也取了碎片，可以让巫风研究一下，上面萃取的是何种毒药。宫门暗器，在外明码标价都可以买到，就凭这个，可以换解药。钩原指的暗器囊袋，原来你都没有打开研究过。我以为你至少会打开看一看。等我打开研究，再送去你那儿，你估计早就被关进地牢了吧？也是，我的确应该多感谢你。钩原指自己使用的暗器，和外面可以买到的普通宫门暗器可不一样，杀伤力大多了，结构也精妙，简直就是工匠的艺术品。什么？火药。火药？小小的暗器里有撞针，有火药匣，碰撞之后产生爆炸，将染毒的金属刃片2次迸发，力道甚至可以大穿甲胄。看来你应该可以拿得到解药了。你呢？地图画的怎么样了？还差很多，不过收获在于吴峰之前的方向弄错了，前山根本不是重点，宫门最重要的地方是后山。公子，史公子，这是刚刚上官浅姑娘抓取的药方，2份。她还帮云为山姑娘抓取了1份。你先下去吧。药方有什么问题吗？看起来像2份清热去火的药膳。药膳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还能怎么了？金反呗，欺辱我。你用词会不会有点重了？我看金侍卫不是那样的人啊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啊。这是什么？
今天是上元节，我本来想给他做一盒精致的糕点，我从早上忙活到现在，呕心沥血，他一口都没吃。那会不会是因为金世伟吃素，所以不吃烤肉饼了？这是桃花素。那他也许是对桃花果。这是桃花素。杀人诛心啊，妹妹。我一会儿就去教育金世伟，无论这是什么，也是你的一份心意。我用真心换绝情。大小姐，看到子商姐姐做点心，我就能想起小时候，每年上元灯节，街头都会卖许多精致的糕点，枣泥糕、桂花糖、龙须雪花糕，还有金沙县的汤圆呢。这么多啊？那旧城山谷上的集市应该也有吧？除了一些边塞地方的风俗友谊之外，上元灯节在各个地方都很热闹，江南塞北，巴蜀江流，到处都是花灯呢。闲管千家费此宵，花灯十里正迢迢，形容的就是上元夜。大小姐，你都没逛过上元灯节吗？没有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出去过。那真是可惜了。我还想起一首诗：如彩遥分地，繁光远坠天。阶汉宜星落，一楼四月悬。说的就是人们都会尽情地观灯赏月、歌舞游戏，年轻男女们都会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互相表达心意。大小姐读了那么多话本，里面都没写。有写。每年上元灯节，女孩子们都会打扮得格外漂亮，因为传说中在这一晚，最容易遇到自己的天定良人。天定良人？灯火阑珊里，人头涌动。若能在这一晚遇到心动之人，岂非缘分天定？你知道我刚才说的那首诗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别有千金笑，来应酒之前。我都能想象到大小姐在火树银花下光彩照人的样子了。火树银花。鸡排开来！那我们等什么呀？可惜，我们出不去啊。公子羽，公子羽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内功深厚，千里传音，嗓门这么大。最近院子里的鸟都少了。金帆，坐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？上元节。再猜。你是想说，是你跟金凡的大日子？儿女私情，莺歌燕语，不务正业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。是你本人。今天是庆祝你成功闯过第一关的大日子。是前天。不管哪天都要庆祝。好饭不怕晚，好女不偷懒。为了庆祝你旗开得胜，今晚我们去市集玩玩。这种时候，出宫门不太合适吧？云姑娘也说想去呢。
是吗？你也想去啊？好，那就去。不过云姑娘作为外来的新娘，长老们是不允许她出宫门的吧？如果会给执人大人造成不便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自己一个人过节也可以的。你们好好庆祝。这些事不必请示长老们。偷偷出宫的密道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云姑娘，走吧，我们去更衣。一会儿密道里会比较黑，我牵着你走吧。这还没到密道，这么着急就签？哼！听说里面很黑，抱紧我。我也很害怕。所以更要抱紧我呀！那我更害怕了。要禀告上去吗？他是知人啊，要禀告给谁啊？公文要归绝公子管，我们禀告给绝公子。智公子，智公子，好漂亮的花灯啊！绝公子属龙，应该是给绝公子的吧？我哥不喜欢这种无用之物，但是我想着上元灯节，把房间弄得亮堂喜庆一些，总是好的。少爷亲手做的。我哥呢？我来陪他一起吃饭的。绝公子和上官浅小姐已经在用晚膳了。刚刚下人们在后园廊厅生了些炭火，他们应该是在那里。芷公子要一起用晚膳了吗？我现在去通报一下绝公子。不用了。是。绝公子平日都是独自一人，怎么今天突然邀请我一起用膳？今天是上元灯节，理应喜庆热闹。我想你之前应该都是和亲朋好友们一起逛街看戏、赏星赏月、赏花灯，对吧？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其实也不太出门。宫门里的上元节是冷清了些，我想你可能也不太习惯。正好我把事务处理完了，来陪陪你。加入宫门受苦了。嫁入宫门，也许会受苦，但嫁给宫二先生，一点都不苦。其实公子不喜欢热闹吧？不喜欢。那我也不喜欢了。喜欢还可以改的吗？
当然，喜欢都是后天的，没有谁生来就喜欢谁。但仇恨可以是先天的，有些人生下来就带着恨。是啊，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却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两个可能没有见过面的人，却是生死世仇。宫门的仇人宿敌很多，绝公子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你很会说话，不是吗？你刚才说，绝公子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而不是说，宫门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上面一排是云为山的药方，下面这一排是上官浅的药方。不可能只是简单的药膳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石豆兰、地柏枝、钩石斛、光络星虫、毒液岩竹。绝公子，要长一点吗？这药膳我熬了一下午呢。再加上棕心的山栀，发芽的炙甘草，内有冬虫的琥珀。只要另外再找到朱砂和硝石，剧毒，这是剧毒，哥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到风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，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补的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落字不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进了风里。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选出一片小天地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我们的故事有温柔，有叹息，却没有结
结局，掌心一朵云。